爷爷临终前告诉我家中藏着100亿巨款，可还没说出藏钱地点就咽了气。于是我把家里里外翻了个，最终却只找到一个破洞。正当我觉得爷爷肯定是在骗我时，忽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刚刚我随手丢进盆里的5个水瓶，现在竟然变成了整整10个空瓶。我还以为自己看东西眼花了呢。这他喵的哪里是普通破铁盆啊，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啊！于是我把这10个瓶子全部取出来，又重新往盆里丢进去。一个瓶子仅过了几秒钟时间而已，变成2个，放进去的东西一个能生出2个来，10个转眼之间就能变成20个。一个空矿泉水瓶能卖1毛钱呢！Oh my god 啊！老子要发大财了！就这样，我开始了疯狂的复制操作。我不停地往瓶里投放矿泉水的瓶，同时又把复制出来的那些瓶乐此不疲地塞进蛇皮袋里装起来。1个小时之后，终于装满了几大袋。我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3轮车，拉着好几百公斤重的矿泉水瓶，慢悠悠骑到了附近的废纸回收站。哟，小伙子，这次捡不少啊！大爷，帮我称称呗。忙活了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大爷总算把所有的瓶子都称完了。算了一下，总共有5000块人民币。我兴奋地接过钱，骑车飞奔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关上门，拉好窗帘，我一边美滋滋地数着这5000块钱，一边在心里琢磨怎么用聚宝盆发财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。哎呀，我靠！我怎么就这么蠢呢？既然这个破铁盆什么东西都能复制，我直接把钱扔进去不就行了吗？说干就干，我马上就把刚赚到的5000块现金放进了那个破铁盆里。仅过了几秒钟时间而已，奇迹竟然真的在我眼前发生了。刚才放进去的5000块变成了整整1万，1万块变成2万块，2万变成4万块，就这样一直复制到了128万。看着眼前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钞票，我心里那个美啊，简直乐开了花。从今天开始往后算起，老子我也是货真价实的有钱人了。什么麻花藤、马云，还有那个比尔盖茨，都给我等着，老子迟早收购了你们！正当我得意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时，突然间脑海里冒出一个严重问题，我赶紧伸手拿过来一沓钞票细看，一看之下完蛋了，这些复制出来的钱和原来那张钱的编号竟然一模一样。当我正失落觉得复制钱没法用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，赶紧给老子把门打开，快点还钱！不好，这声音是尼哥来了。尼哥是这一代出了名的社会混子。大约在1年之前的那个时候，我想送给女神一部最新款苹果手机，因为当时手里实在没什么闲钱，就硬着头皮去找尼哥借了钱。就在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开门时，房门被一脚从外面狠狠地踹开了。你改，当初咱们可是说好了的。谁他娘的跟你说好了啊，臭小子！借钱合同上面可是白纸黑字签好的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今天要是不连本带利还我20万，你小子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尼哥是不是算错账了？我记得不是欠你17万吗？加上今天我们3个人来，每个人加1万块的跑腿费，这不过分吧？刚好20万。可是我只借了你1万块本金，前后这1年我已经还了你8万多块了，等，不还钱是不是啊？兄弟们，准备动手打！啊！我这才猛然间想起来，这档子事自己刚刚复制出来的128万现金，可是那些钱上面的编号全都是相同的。尼哥，我这不刚才跟您开玩笑吗？我爸最近刚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，桌上这些钱就是卖房子得来的钱。对了，根据咱们签的那份合同，今天你已经算逾期整整1天了，你光还20万可是远远不够的。我还得再多收5万块的逾期手续费。5万怎么够诚意呢？我的那些亲戚朋友都不肯借钱给我，全天下只有您愿意相信我能还钱。这些钱除了该还的本金之外，剩下的那些钱全当是我给您的感谢费。这里总共是128万现金，从此以后咱们之间的债务两清，您看这样满意吗？哈哈哈哈！我果然从一开始就没有看错你，你小子确实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呐。这样吧，这些钱哥哥我就暂且收下了，算是暂时替你保管一段时间。以后你如果再有需要用钱的地方，只管跟哥哥我开口说一声就行，哥哥肯定按照最低的利息借给你。说完，尼哥掏出欠条，当着我的面撕碎了，带着那128万现金和小弟开心走了。老子现在有了这个宝盆在手，以后还需要跑去跟你借钱花吗？先让你这狗东西高兴上一阵子，到时候我不出手亲自收拾你，佛警官自然会替我出手收拾你的。等尼哥那群人走了之后没多久，我便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家金店门前。这家金店面积非常小，里面只有一个女销售员在值班，但好在这家店支持黄金回收业务。然而我前脚刚迈进，哎呀，你来我们这种地方干什么呀？这里根本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反正你横竖又买不起这里的首饰。咋的？你们白天开门还不做生意了？当我看清楚服务员那张脸的时候，才突然间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你啊，柳如烟。你怎么会在这里上班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在这家店里做兼职赚点外快，你给我快点出去，别耽误我生意。待会儿还有个大客户要来看首饰呢，可千万别让你拉低了这儿的档次。你，小柳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周老板，您可算来了，太好了！这个叫花子赖在店里不肯走，我现在正想办法赶他出去呢。叫花子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没错，他就是个捡破烂的叫花子。以前上学的时候他是我同学，兜里没钱还死要面子活收队，借了高利贷给我闺蜜买苹果手机，结果后来还不是上钱闹出大事了，人家放贷的都闹到学校里了。他今天来这里肯定想偷咱家东西。这块金条我看上了，我要买这个。先生，这块金条要好几千块钱呢，你确定你兜里有那么多钱吗？
你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以前吃的那些教训还没吃够是吧？这里可是现实社会，没人惯着你。你那高利贷到底还不还？就敢大言不惭跑来这里买金条，这可不是废铁按斤称的。老板，你这生意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？做生意也不是做给你这种人做的。看在咱们好歹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就不让你继续丢人现眼了。赶紧快滚吧！奶奶的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！就这个10克的小金镐，我要了，付现金。这傻子到底从哪里搞来的钱啊？前几天同学群不是还有人看见他蹲在路边捡破烂卖钱吗？先生，这是正规的足金，408一克是很好的理财产。这块金条一共收您4500块。同时我们店也支持黄金回购合务。周老板，您刚才说支持回购对吧？没错，不过回购价是当日金价减10块。小兄弟，你要是嫌低也可以去银行回收，我这东西都是有正规证书的。周老板，我想您是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打算要卖手里这块金条，而是准备问周老板您收不收黄金，我手里有点存货，想找个渠道出掉。小兄弟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有多少货，有多少我这边就能吃下多少，质量怎么样？大概有个几十斤重吧，全部都是4个9的足金，这玩意儿好检测是真是假，一测便知。我也没那么大本事造假骗您，就是不知道周老板您一口能不能吞下。韩丽啊，韩丽，你真是笑死我了！你是不是刚才买了10克黄金，就不知道天南地北东西南北了？你知道几十斤黄金值多少钱吗？小柳，谁教你这么跟顾客说话的？老板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真是个穷鬼，就那几千块钱还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偷来抢来的呢！你给我闭嘴！入职培训的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只是一个临时工，摆正你的位置，这一根小金条都顶你2月工资了。看到柳如烟被老板当众臭骂一顿，我心里那真是一个爽字了得。这几千块钱算得了什么狗屁东西？只要过了今天晚上12点，老子拥有的可就不是区区几千块，而是随随便便的几千万巨款了。老板，他真名叫韩丽，是个穷光蛋，我们俩是正儿八经的大学同学，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太清楚了，全校的人都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。他家里要是能拿得出黄金来，至于混到去借高利贷买手机的地步？而且还还不上钱，被人家追着打吗？听说后来他爸妈把房子都给卖了，都没能把那个窟窿给他填上。你给我闭嘴！再多说一句就滚蛋！小柳，我看在尼哥的面子上，才破例给了你一份实习的工作。要是你这么不识抬举、不知好歹，那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再来上班了。赶紧道歉，不然这事儿没完，否则你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赶走。对不起，韩丽先生，我错了，我为我刚才的言行向您表示抱歉。没关系，我一向不跟下等人一般见识。周老板，这里恐怕不是说话的地方吧？韩先生，您刚才说手上有几十斤硬货，该不会是故意寻我周某人的开心吧？周老板，我怎么可能拿你寻开心呢？我这个人向来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绝不扯谎。就是不知道这几十斤的货量，周老板您一个人吃不吃得下呀？要真是纯度4个9的足金，我按351克回收，你有多少我就收多少，绝不含糊。周老板，您要是开这个价的话，那可就没什么合作的诚意可言了。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也不迟。375块，不能再多了，这是底价。合作愉快，成交。紧接着周老板亲自送我出门去。小刘，快给韩先生做一下会员登记，以后他就是我们店里的钻石会员了。老板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您要给这个叫花子办钻石会员？怎么了？我下的命令有什么问题吗？可咱们店的钻石会员门槛不是只有满足在店消费1000万才有资格办理的吗？老板您忘了？不碍事，我说开你就给他开。明天韩先生和我要完成一笔大交易，这张钻石会员卡就当是我的诚意了。韩先生，您别看我这地方有点小，但我们金店可是中海玉石协会成员，手里这张钻石会员卡用处可大了，可以让您有资格去参加中海玉石协会1年1度的交流会。我刚准备转身离开回家去，心想这破卡，我要这玩意也没什么用。结果一个刺耳的声音：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黄金，明天的交易他肯定是骗您玩的。我说他今天为什么莫名其妙来这儿呢？他就是想骗您手里那张钻石会员卡。哼，你又知道了，你什么都知道是吧？你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吧，我看你以前是亏还没吃够。周老板他是什么人物你知道吗？你敢耍他，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周大生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，只当是默认了柳如烟说的这些话，这便更加助长了柳如烟的嚣张气焰。叫花子永远都只是叫花子，永远都上不了正经的台面。当初小雅离开你真是个正确的选择，要不然现在也被你给害惨了。你就这么确定我拿不出黄金来，拿不出和周老板交易的黄金？韩丽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还是那个人人喊打的跳梁小手，还大言不惭几十斤黄金呢！我呸！你要是有几十斤黄金在手，我柳如烟跪着把钻石卡送到你手里。既然你如此着急想对我下跪认错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得偿所愿。如果到了明天我能把黄金带来，你就给我当场下跪拍视频认错。周老板，您可得给我当个见证人。韩先生，您放120个心吧，只要你的黄金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就让他跪在地上给你办钻石卡。
回家后，韩立把金条丢进聚宝盆，很快满满一盆金条就摆在眼前了。发了！这次是真的要发了，老子终于发财了，翻身了！与此差不多同时的时间点上，柳如烟因为白天受了屈辱，怀恨在心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晚上就在大学班级群里说韩立在金店里装叉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还添油加醋的说韩立欺负他，硬要逼着他下跪拍道歉视频等等。当韩立再次来到金店门口的时候，刚一只脚踏进金店的大门，就听见几个人正说着嘲笑他的话。一个穷的叮当伞的臭屌丝，居然大言不惭说自己有50斤黄金，真是笑死个人了，也不怕风大闪舌头，这一看就是满嘴跑火车的吹牛皮。他要真有那足足50斤黄金，能跑去贷款给女神买手机吗？可不是嘛！我听说他以前的事迹了，他昨天在我老板面前装叉，被我揭穿，就因此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我，就各种言语上对我进行羞辱攻击。韩立听着这几个人嘲讽自己的那些话，冷笑了一声，径直朝他们走了过去。哟，力哥真来了啊！不会真的带黄金来了吧？可别让我们空光洗一场啊！自然是真的，我犯得着骗你们吗？昨天柳如烟和我打了一个赌，说是如果我跟他们老板达成了交易，那他就跪着给我办会员卡。待会儿你可得帮我做个见证，录个像。你们看我之前没说半句假话吧？昨天这个傻子就是这么装的逼。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期待你跪在地上给我办卡的样子。切，就凭你这穷酸样也配？这时周老板和一个老者也走了过来。韩先生，您过来了呀，路上辛苦了，我给您郑重介绍一下这位先生，这位是鉴定大师张雪良张先生。张先生您好，久仰您的大名了。周先生，不知道咱们在哪儿鉴定合适？咱们就在这大厅里当场鉴定吧，现在就可以开始验货了，没问题。张先生，那就有劳您费心了。我径直走到了柜台边上，将行李箱直接放在了玻璃柜台上面，却一直没有任何下一步的行动。韩先生，您倒是把箱子打开啊！那什么，这箱子吧，我一时半会儿把密码给忘了，您容我想一下哈，别着急。韩先生，您这是在逗我玩呢吗？年轻人，我劝你还是快走吧，下次千万别再出来骗人了，否则周老板一旦动起怒来，那个场面可就不太好看了啊！一个破箱子而已，有什么打不开的？找把刀来直接割开总可以了吧？可这箱子跟我有很深的感情了，我实在是有点舍不得割开它。哈哈，你咋不说那些黄金跟你有感情？你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卖了呢？今天发生的这档子事儿呢，我可以看在张老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，但你总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。老板，就让他跪下跟您道个歉完事儿吧。就在柳如烟得意忘形以为自己赢了时，韩立忽然想起来密码是什么数字了，伸手拨动了几下密码锁的滚轮，只听见3、2下咔嗒一声脆响，密码箱竟然就被他直接打开了。韩立不慌不忙从里面拿出一块金子，递给了站在一旁的张雪良大师。张老，麻烦您给长长眼看看吧。张雪良接过金子拿在手里掂了掂，认认真真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，转头对周老板说道：这批货没问题，打通这些货质量品相都没什么问题，纯度方面完全达到了标准，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是足金没跑。当然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以防万一，你可以找专业仪器再重新测量一遍。张雪良说的那些话那都是客套话，周大生要真敢再找专业仪器测一遍，这不等于当众打人家大师的脸吗？周老板，您赶紧安排人称重吧，我待会儿还有别的事儿要去办呢。好，我这就马上让人给你称重。柳如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磨蹭什么呢？赶紧去把秤给我拿过来啊！老板，我知道了，这就马上去拿。没想到韩立真拿出了这么多黄金，会不会真要当众给他下跪道歉吧？不，他就一个臭穷鬼，他根本不配。很快，所有的金条都称完了重，看到妈妈保到账的1100多万，我心中难免涌起一阵激动，但仅仅只维持了一瞬间而已。我便想起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。周老板，我记得您之前亲口说过要给我办一张你们这儿的钻石卡，没错吧？没有错，有这回事。韩先生，我这就安排人给您办理。小柳，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你还记得昨天答应韩先生的话吧？说到就要做到，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自己看着办吧，别等我催你。老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昨天我可是你们俩赌约的见证人，你自己亲口当众许下的承诺，只要韩先生拿出50斤的黄金，你就跪着给韩先生办理会员卡。老板，我不跪，我不跪。柳如烟，你的这张嘴难道不是用来吃饭的，而是用来往外拉臭臭的吗？说出去的话还能吞回去不成？韩立，你别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别忘了我背后可是你哥的人。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欺负我，你哥知道了肯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周老板，刚才你也听到了吧？之前你可是说好了给我做见证的，现在我被人为难刁难，你却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无动于衷。我看咱们以后的生意就别做了吧。柳如烟，赶紧兑现你对韩先生的承诺，否则你就算再有10个泥根撑腰，我也会让你知道食言是什么后果。柳如烟因为看中了周大生的身份地位，才费尽心思跑到金店来上班，现在面对他毫不留情的胁迫，只能乖乖跪在了茶几旁边，办理好会员卡，双手递上去。韩先生，您的卡
请收好。柳如烟，你记住今天的这个教训。你假惺惺的来提醒我。韩丽办完事回到家后，用妈妈宝给爸妈各自转去20万，不想她很快就接到了他们那与众不同的嘘寒问暖式的问候。儿子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和你爸卡里各自进了10万块钱。混小子，你是不是又去外面借钱了？老头子，你骂儿子是混小子，那你是个什么？爸妈，你们俩就别瞎担心了，这钱是你跟那小子被人给告了，法院就判决把钱退还给受害人。我作为受害者，总共得了30万。臭小子，你可别编瞎话骗我和你妈！要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坏事，赶紧去派出所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真的不骗你们，骗你们是小狗。我给你们一人卡里打了10万，自己手里留了10万块钱当本钱，想做点小生意试试水。混小子，你可别瞎折腾乱投资，这30万留着给你娶媳妇用，然后来服装厂跟爸一起当保安。哎，你这糟老头子怎么说话呢？儿子想做点小生意就让他放手去做。经过了之前那些个破事儿，我相信咱们儿子肯定成长了，懂事了。什么成长不成长？我看悬，我怕这混小子尾巴又飘上天了。儿子，妈支持你，大胆去干吧，好好干，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。不跟你说了，说多了你又嫌烦，你去忙活你自己的那些事情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韩丽轻松地躺倒在了床上，幻想着自己该怎么花这1000多万。翌日，韩丽直接骑着自行车来到 4S 店，却不料想冤家路窄，又遇到那个狗眼看人低的销售小哥。我想看看车，了解一下配置，你帮我介绍介绍，推荐一下。就你这副寒酸样子，还能买得起车？赶快站一边去，别碍手碍脚的，别挡住我招待其他有实力的客人。哈哈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这是典型的狗眼看人低吗？小何，你怎么什么样的人都接待啊？你们店就是这样变成销冠的？哎呦，这不是王少吗？您来了呀！您上次看的那辆玛丽莎拉，还能再给您申请一次原厂免费保养。您看这个安排，您满意不满意？你怎么回事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？明明是我先进来的好吧？你就不管我了，只管后来的。小何，你要是真没时间接待我，那我今天就不在你这儿提车了。哼，人家王少是来提车的大客户，红狼落地价30多万呢，你买得起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我劝你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事儿，别耽误我做王少这一单大生意。小兄弟，你想要人家免费服务，也总得等人家闲下来了再招待你。现在小何要给我办提车手续了。王少说的没错，他是我们店的 VIP， 你啥也不是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有 VIP 就了不起了是吧？牛逼啥呀？就是了不起，牛逼怎么了？你有本事也现场全款买一辆，我就立刻优先为你服务。是不是我买一个比这辆更贵的车，我就能对你提出任何附加要求？就在韩丽打算寻找经理做见证时，一个女销售抱着文件夹走了过来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打扰一下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？娜娜，你可真会挑时候，别说我这个前辈没提醒过你，你刚来还没满1个月呢，到现在1台车还没卖出去，要练手也找个诚心想买车的练，招待他真是浪费自己的唾沫星子。哼。何军前辈，您教训的是，顾客想看车，这是合理要求，我带他看看，熟悉一下车型就好。您带王少先上去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。你愿意招待乡巴佬随你的便，那就好好招待去吧，别喊累。这位先生，让您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接下来由我带您看一下您中意的车型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个小小见证，只要我买了车，价格比那位先生的车更贵就行，我就可以对那个姓何的销售提出任何要求。可以的，先生，这点小事没问题。这个其实不需要我来做见证，我们店里不仅到处都有监控，更有声控系统，全程录音，能全方位为您提供有力的证明。那你就直接带我去买好了。店里最贵的超神牌跑车在哪儿？最贵的那辆超神跑车吗？您不需要再慎重考虑考虑吗？我时间非常宝贵，没空墨迹，你直接带我去看车就行了。娜娜带着韩丽来到至尊 VIP 车区，还没等她开口介绍车辆参数，刚办完手续的王二蛋和何军就大摇大摆地朝这边走了过来。娜娜，我看你是想转正想疯了吧？竟然带一个乡巴佬来至尊 VIP 区，他就是卖掉自己也不够买一个轮胎吧？何前辈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人家说不定真能买得起呢。娜娜，你这话是想笑死我吗？你是想笑死我好继承我的花败吗？还买得起？你问问他买得起吗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快走吧。娜姐，我就要这辆超神跑车，用妈妈宝支付可以没问题吧？韩先生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您刚才说的都是认真的吗？我还能骗你？手机给你拿着，你自己去收银台办理手续吧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坐这等结果。支付密码是383838。娜娜虽然心里一点都不相信，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走向收银台去办理了付款手续。就在王二蛋和何军张着大嘴，一点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时，收银台的小音箱传来了清晰的声音：妈妈宝到账155万元。娜娜兴奋的满脸通红迎了过来。先生，这是您的手机，请您收好。娜姐，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，能帮我把你经理叫来一趟吗？我想跟他当面提一个小小的建议。好的，韩先生，请您稍等片刻。您稍等，我这马上就去找经理过来。王二蛋意识到自己丢人丢到家了，一刻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停留，便匆匆忙忙灰溜溜的转身离去。何军此时也在心里懊悔不已，感觉自己都不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而是活生生碰到一块大板钉。娜娜，这个单子本来应该是我的，应该是由我亲自来签的，你怎能越过我与韩先生直接交易呢？是你自己刚才瞧不上的人家韩先生，现在又说这单子本来是你的，是不是太无耻了，太过分了吧？娜娜，我可是你的前辈，拿你一个单子怎么了？不应该吗？娜姐，别跟他废话，浪费时间，去把你经理给我叫过来。
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经理是你想叫就能叫来的吗？娜不如使命，动作很快，还真把经理给叫过来了。经理一路小跑过来，满脸堆笑。韩先生，请问您找我过来有什么需要为您效劳服务的吗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听清楚了，让你们店立刻开除他，从此以后，你们所有的连锁店不能聘用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这儿指手画脚？我可是店里的金牌销售，顶梁柱，没了我，他们都得喝西北风吃空气。给老子闭嘴，滚一边去！那个韩先生，您先消消气儿，何军他冲撞了您，是他不对，我代他向您真诚的道个歉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嘛。想要帮他说话，替他求情是吧？你信不信？今天我能让他卷铺盖滚蛋，明天我一样也能让你收拾东西滚。韩先生，您消消气，别动怒，咱们再想个妥帖周到的法子，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您看如何？经理，您该不会是真听信他的话，要狠心开除我吧？您不能这样啊！别忘了，咱们昨天还在一起吃饭呢。何军昨天刚送我老婆一款最新款的舒芙丽名牌包包，要是真把他给开除了的话，我怎么好意思跟他开这个口啊？既然经理你感到这么为难的话，那就算了吧，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。韩先生，您别冲动，意气用事，我们再商量商量，一定让您满意。经理，刚才我在帮韩先生付款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他余额竟然有1000万。何军这小子平时挺知令知进退的，今天咋就偏偏看走了眼呢？眼看韩先生这不罢休的样子，不开除何军恐怕是不可能的了。罢了，先假装开除他做做样子，事后再偷偷把人给请回来。韩先生，您消消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就答应您开除何军。好吧，看在你这么懂事识相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件事了。不过你千万别打着假装开除他再来骗我，想要糊弄过关。要是让我知道了你耍花样，我一样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小子难道是有读心术吗？我想什么他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算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只能牺牲何军这个蠢货了。何军，你自己去财务领这个月的工资，赶紧滚蛋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何军见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，直接双腿一软，瘫倒在了地上。处理完何军这个碍眼的东西，韩丽也没有多逗留1秒钟，便直接开车回家去了。回到家，韩丽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：这个盆子竟然啥东西都能复制，假如我要是用它来洗个澡，会发生什么样神奇的事情呢？半小时后，热水澡洗完了，韩丽洗完澡站在了镜子前，好像我的皮肤确实好了不少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连皮肤都能改善，那普通的伤口能不能愈合呢？看来我得找个好的住处，再好好试试。为了再次验证洗脚盆的神奇功效，韩丽开车又来到了7星级大酒店。你们这儿的豪华套房一年要多少钱？先生，您别开玩笑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还是给您开一间商务房吧。您打算住多久？1个礼拜够吗？听不懂中文还是耳朵不好使啊？我说住1年，听明白了吗？住1年的豪华套房，听清楚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这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？影响多不好啊！其他客人要投诉的。经理，这个人存心来捣乱的，他没有提前预定信息，也不是我们酒店的会员，而且非要开总统套房，还要一开就开1年时间。你好，这位先生，怎么称呼？请问您是要住1年的总统套房是吗？我订1年的总统套房有问题吗？穿得这么寒酸，一看就没钱，连箱子都舍不得给迎宾门童，一看就是舍不得给人家小费。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，耍无赖吗？这不是纯粹找茬。闭嘴，林小丽，不想干了就立刻给我滚蛋！先生，如果您要开1年豪华套房的话，确实有资格领取我们的黑金至尊卡，同时自动享有我们在酒店旗下所有连锁酒店的会员最高待遇。但这1年的所有住宿费用需要您一次性缴纳清楚，并且中途不退。您确定要订吗？开就完了，啰里啰嗦的，哪里来这么多废话，浪费我时间？韩先生，一共是6164120元，您看您怎么支付方便？韩先生，欢迎您入住赛神仙大酒店，希望在接下来这1整年的时间里，这里能成为您温馨舒适的家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将竭诚为您服务。看没看见？爷的钱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，有的是钱。带他前往总统套房的短暂间隙里，哟，这不是韩丽吗？没想到你躲到这个地方来了啊！韩丽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痛苦的往事。之前就是为了眼前这个娘们，将家里的拆迁款全部给了尼哥。韩丽，你这害人精！你害得小雅的好闺蜜柳如烟被开除，这笔账你想怎么算清楚？柳如烟是自作自受，活该倒霉，跟老子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，闲得慌。哼，以为发了笔小财你就是爷了？没了那些不义之财，你什么都不是，狗屁不是！你黄大少离了黄氏集团，离了家里给你提供的温室，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别离我这么近，一身的穷腥味儿，我怕你身上的臭味把我给熏着。要论臭，也该是你这个被酒色掏空身体的纨绔大蒜最臭才对，你说是不是？韩丽，你连纨绔的资格都没有，以为有了区区迈入社会名流的圈子了？别在这儿做白日梦了，醒醒吧！我可是这里的白银会员，而在赛神仙的大酒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像你这种土包子顶撞了高级会员，会被酒店拒绝招待的。刘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土产影响我的入住体验了，请你立刻把他给我赶出去。皇少，韩先生是我们这儿的黑金至尊会员，比您的白银贵宾会员要高级得多，我没有任何权限赶人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土包子是你们这儿的黑金至尊会员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只是个土鳖捡破烂的。
唉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小角色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刘经理，我爸也是你们这儿的黑金至尊会员，现在你总可以把这个土鳖赶出去了吧？他影响到我的入住体验和心情了吧？黄董事长虽然是黑金至尊会员，但韩先生同样也是，并且刚刚订了我们这1年的总统套房，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影响到我们其他黑金至尊会员的入住体验和休息。他只有1000万而已，迟早会花完，到时我看他怎么狂。他是白银贵宾会员，而您是黑金至尊会员。这么说，他只是个小卡拉咪了，对吧？刘经理，我问你，按酒店的规定，这个小卡拉咪冲撞了我该如何处置？你敢这么对我？我爸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黄先生，您别激动，听我说，韩先现在是赛神仙的至尊会员，您最好对韩先生放尊重些。我知道黄董事长是您的父亲，但是我相信以黄董事长的身份，应该也很愿意尊重我们赛神仙的规矩。说完这番话之后，刘经理就掏出对讲机通知了几名保安。没过多大一会儿功夫，2个虎背熊腰的保安便赶了过来。你们敢动我？你们试试看！黄先生，您严重了。您误会了，他们只是护送韩先生回去休息的。黄大少，请别让我为难好吗？说完，刘经理一众人就带领我离开了。成功入住总统套房之后，我一屁股坐在柔软的进口沙发上。车买了，住的也安排妥当了，是时候该解决一些人和事了。韩立慢悠悠地掏出手机，在微信上给柳如烟发去一个语音。柳如烟，来，你倒是告诉我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还真不怕。别说是他黄天虎，你就是给你哥找来，我也不惯你。我就收到了柳如烟发来的一条充满问候的消息，我笑了笑，根本没当回事。而在此时此刻的另一边，柳如烟正与尼哥告状诉说委屈。什么1000万？真的假的？他哪来的这么多的钱？大哥，肯定是他偷来的。这个叫花子穷得叮当响，他以前要是有这么多钱，还至于低三下四找你借钱吗？大哥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小柳，其实韩立欠我的钱已经还了，现在不管他那钱是怎么来的，就算是再多，那也是他的钱啊。可是尼哥，人家心里委屈，人家好委屈好难受呢。你要是肯帮我出了这口恶错，尼哥，你今天晚上想怎样我都愿意。早上醒来，太阳晒屁股，我拿起手机准备看看几点了，没想到上面居然有10几个未接来电，居然全部都是尼哥打来的电话。不出我所料，鱼儿上钩了。看来昨晚这个局成了。打开微信，随意翻开几条看了看，上面全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。哼，这尼哥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局把他给轻轻松松套进去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既然这尼哥那么想要一个交代，那就做个了断。想到这，韩立就给尼哥回了一个电话。哟，这不是千万富翁韩立吗？怎么有空给我们这种小人物打电话了？嘿嘿，大哥，您这话说的我哪儿敢呀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大哥，您老人家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这就去找您。老子在哪儿？你问老子在哪儿？老子就在你家里等着你呢。可以啊，韩立，你小子行啊！这小破房子竟然放了1000万现金，你现在本事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连老子的电话都敢不接了。尼哥，我这不刚发了点小财，出来浪一浪，享受享受，我这就去见您，当面赔罪。钱的事儿咱好说，一切都好商量。那给你10分钟时间，立刻出现。我要是见不到你人的话，晚10分钟我就扣你100万。那1000万可都是为你准备的，我就怕你胃口太小，撑死啊！想到这，韩立故意磨蹭了一会时间，再开车进入老城区，慢慢悠悠。刚进屋就看到尼哥和柳如烟坐在沙发上。千万富翁回来了，真准时，稀客呀！欢迎回家。大哥，您就别打趣我了，行吧？你这一副苦瓜脸给谁看呢？是怕老子我会贪了你这笔钱吗？你这迟到了45分钟呀，4舍5入那就是50分钟，这得扣你500万吧？好家伙，总共就有1000万现金，开口就要500万，都不知道这尼哥是哪来的勇气。好在这1000万全部都是给尼哥准备的。这500万先放一边不提，我们再说说你羞辱老子女人的事儿。这精神损失费算100万，还因你弟被开除的误工费算100万，老子没坑你吧？合情合理吧？大哥，我要是知道如烟姐是您的人，哪敢动她一根手指头呀？这些钱全部当给您赔偿了，希望大哥您以后能罩着我。哦，那你愿意孝敬老子多少？哪能是孝敬啊？大哥您不是那人，这不是耽误了您50分钟，赔偿您500万，还有如烟姐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加一起200万，一共赔偿您700万。还是你小子会说话。宝，你满意不？不行，除了赔钱，你还得给老娘跪下道歉，要不然我就让尼哥敲碎你的膝盖。还是这女人狠毒啊！尼哥还只是贪财而已，这女人是要命啊！尼哥这边当然是嫌钱不够多，于是接着柳如烟的话茬说道：“你可别怪大哥不罩着你，但兄弟归兄弟，交情归交情，女人是女人，得分清楚。大哥舍不得这么个宝贝受委屈，这700万我收下了，但今儿个你得跪下给我这大宝贝认个错。”韩立听了之后，脸色瞬间拉了下来，但还是强颜欢笑道：“尼哥，男人膝下有黄金，我能不跪吗？”韩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给你机会，你还不知道去珍惜是吧？今天要么你乖乖跪下认错，要么我就亲手把你的膝盖给敲。尼哥，如烟姐，就当我不懂事，瞎胡闹。为了表示我的真诚，这1000万我就只拿10万块，剩下的那些全当是给如烟姐的，赔偿了你们高抬贵手。你是说
剩下的那300万都是我的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钱全都给你们，我就拿10万块找个地方过自己的普通日子。哼，叫花子，算你识相，这钱我们就收着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算你小子懂事儿，有眼力劲儿。钱花完了再跟哥说，哥肯定给你最低的利息。好嘞，谢谢你哥，谢谢如烟姐。说完，两人提着装钱礼箱走了。韩立笑着跟这2个傻大猫挥手告别。演戏可真憋屈啊，还想让小爷跪下做春秋大梦。不过这尼哥倒是真会做生意，拿小爷的钱再借给小爷，还收小爷的利息，真是商业鬼才啊！佩服佩服。韩立笑了笑，完全没当回事，找到打火机点着了火，把自己留下的那些现金全部都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拍拍手，韩立环视这个破旧的小破屋，随即韩立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。韩立一边寻思着，一边开车回酒店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手机响了，韩立接到了先前那个报警电话的回电，说是尼哥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希望韩立能过去一趟，接受一下调查和指证工作。于是韩立没有犹豫，直接开车去了一趟新城区警局。这些钱都不是我的，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给我的，我有证据。这些钱都是他在金店里卖黄金的钱。负责尼哥的警官叫陈硕，是这一块片区的小队长。给我老实点儿，别耍花样。你可是惯犯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哪是什么惯犯，冤枉啊！这么多年我可是一直遵法守法呀。很好，小子你厉害。我说你怎么接二连三给老子送钱，原来是想坑老子。哼，等老子出去了，有你好看的。注意你的言辞，放规矩点儿。你还敢当着我的面威胁别人？你叫韩立，名字挺特别，请你过来配合一下我们。刚刚你也听到指证了，他说这些钱全部你给的，并说你偷了金店得了1000万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就知道尼哥会拿这个事反咬我，还好我早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没有偷金店，不过我最近确实卖了一批价值1000万的黄金，但我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。1000万花的差不多了？这么快？他说你是昨天才卖的黄金，这就花的差不多了？我被他逼着在外面借了不少小贷，还了之后就剩下300多万了。这些你们都是可以去银行查到详单的。陈硕让信息部门的同事查了韩立近期的银行流水，又打电话给 4S 店和酒店查证，都和韩立说的完全对上了。得配合我们调查，你可以先回去了，我们这边有需要会再联系。好的，陈警官，您辛苦了，我是遵法守矩的好市民，在打黑除恶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一定会全力配合，绝不推辞。没想到柳如烟竟然逃过一劫，不知道最后关头是柳如烟抛弃了尼哥，还是尼哥保了柳如烟一把。一手想到这，韩立打开微信，果然发现柳如烟给自己发了信息。这事不会就那么算了的，小雅说的会帮我出头，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你能算计尼克，有种再算计个黄天霸试试看。他爸可是张强，大明明没人脉没背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屁都不是。韩立没有理会他的叫嚣，直接把柳如烟拉入黑名单。好，再也看不到这个女人叽叽喳喳了。韩立设计引尼哥入局，可没想到棋差半招，让柳如烟躲过一劫。就在韩立心中感叹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末期少年穷之时，手机突然响了。韩先生，我是周某，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，周老板吗？您的大手笔让人过目难忘。韩先生，今天新盛区警局一位姓陈的长官给我打电话，问你是不是在我们金店卖了一批黄金。韩先生，您跟我说句实话，这批黄金的来路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一点小误会而已，说清楚了。倒是周老板的朋友制假笔，听说数额高达上千万，被抓起来了，这事儿您知道吗？被抓了，韩先生可能有些误会，周某跟他算不上朋友，他也不配做我的朋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不知道周老板打电话找我什么事？韩先生这么爽快，那周某也不磨叽拐弯抹角了。我知道韩先生手里一定还有不少货吧，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周某不才，想全包，不知先生合意下如何？所有的货全都要，胃口不小啊，就怕小爷一个不小心失手，货弄多了，您得被撑死。不知道周老板准备花多少钱吃这顿饭呢？年轻人，你这是拿你的年收入来挑战我的零花钱吗？不自量力。周老板，不如我先给您上开胃菜怎么样？多少？120斤。也没多少嘛，小意思。我这边什么时候都可以交易，那就一言为定。那明天我去一趟您的店，到时我再跟您说说煮菜的事儿。关好房门，韩立就开始了复制金条，120斤很快就完成了。第二天一早收拾桶，韩立带着金条来到周老板的金店。韩老弟，你这速度够快！周老板见笑了，这不是赶着给您送钱来了吗？货在这儿验一验吧，我还信不过韩老弟你吗？走，咱们里面喝茶，慢慢聊。尼哥也是1000万假币判了无极，也是自作自受，活该。不过我倒是没想到，尼哥竟然会保柳如烟一手。韩老弟，你可得小心提防着点，那女人心眼小，爱记仇，你让她在经过丢了脸，她肯定记恨在心。她现在没了靠山，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我还怕她不来呢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闲聊着，周大生总是无意之间想探探韩立的底，都被韩立不动声色的无视了。而柳如烟这边也没闲着，尼哥进去了，他侥幸逃过一劫，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手上的事要是被翻出来，一样得进去吃牢饭。更让他咽不下这口气的是，韩立那个穷叫花子居然发了大财，还在他面前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。柳如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他的钱到底哪儿来的？
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便打了个电话给小雅，结果也没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，只听说韩丽在赛神仙酒店包了1年的豪华套房，便决定偷偷跟踪韩丽。开车回了赛神仙大酒店，刚进酒店大堂就隐隐感觉有道目光在暗处窥视自己，眼角一瞥，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戴口罩和墨镜的年轻女子，手里拿着杂志装模作样在看，眼神却偷偷看向了这边。韩丽一眼便认出这是柳如烟，韩丽不动声色，装作没看见，径直走向了酒店的电梯。鱼儿上钩了。晚上9点，夜色降临，韩丽从酒店出来，开车往老城区的方向去。柳如烟打了辆车，一路跟随在后面。师傅，跟紧点，别跟丢了。周老板，您认识什么靠谱的私家侦探吗？我需要雇个人帮我办点事儿。哦，韩老弟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事，一只小老鼠而已。韩丽把车开到之前的老破小区，刚下车就发现柳如烟在暗处鬼祟的跟着。韩丽并没有理会他的存在，轻哼一声朝昏暗的楼道走去。柳如烟紧跟在身后，不敢落下。路上，韩丽心里盘算了许久，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。她想利用聚宝盆这个诱饵来钓起柳如烟和黄天霸这条大鱼。可惜一次不能出手太多黄金，不然世界首富都赚钱没我快吧。很快，韩丽便把金条打包好，顺便把聚宝盆也一起带走了。柳如烟只能眼睁睁看着韩丽离开。韩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他心里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自己是没有能力把聚宝盆弄到手，只能找黄少来对付韩丽了。柳如烟拨通了黄天霸的电话，把韩丽聚宝盆的秘密告诉了黄天霸。黄天霸虽心里有些不信，但他本来就跟韩丽有过节，自然是不介意多一个帮手。两人一拍即合，臭味相投，决定一起联手对付韩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你好，杨哥，这么称呼您行吗？我是周老板介绍过来的，想请您帮忙做点事情。韩丽简单的和杨伟沟通了一下，约定第2天到酒店面谈详聊。有人盯上我了，来者不善，想抢我手里一样东西，我需要你帮我盯着他们。他们具体是谁？一个叫柳如烟的女人，以前是在女鬼手底下混的，还有一个叫黄天霸，黄氏集团的大少爷。行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安排人24小时跟着。另外帮我查查黄天宝他家的背景，尤其是跟妮哥有没有往来。老杨点点头，没有多问。1周后，老杨传来消息，柳如烟和黄天霸果然凑到了一起，在咖啡馆见过2次面，商量怎么从韩丽手里弄到聚宝盆。再帮我办件事，找一个和我这个盆看起来差别不大的盆就行。韩先生，您这是要……这个你不必多问，你只管负责找就行。明白。3天后，盆找到了。韩丽把真盆放进了保险柜，把假盆直接放在了茶几上。又在酒店餐厅吃饭时，故意把房卡落下。果然，韩丽前脚刚走没多久，柳如烟就直接溜过去拿走了房卡。韩先生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他们进了您房间，拿走了那个茶几上的盆，现在正往城郊方向去了。我已经派人跟上了。好，立刻报警吧，确定了具体位置发给我。好，明白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聚宝盆？对，皇少，没错，就是这个破铁盆。我亲眼看到韩丽用它复制黄金。你确定是这玩意儿？没搞错？确定，千真万确。那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我看到韩丽就是把金条放进去，然后就变多了，变出一堆来。黄天霸从兜里掏出1块金条，扔进盆里，等了几秒，毫无反应。柳如烟，你是不是在耍我玩？我没有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可能，大概，也许需要什么口诀或者特殊时间。柳如烟，你说这盆只有一个，那咱们俩怎么分？皇少，咱们不是说好合作吗？合作？这种宝贝怎么能跟别人分享？黄天霸，你干什么？你想独吞？做梦！黄天霸掏出电话，直接叫来了外面的保镖。黄天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那又怎样？现在他是我的了，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黄天霸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给你通风报信，帮你跟踪韩丽。把他处理掉，干净利落点。保镖拖着柳如烟就往外走。就在这时，卷帘门缓缓打开，10几个全副武装的特警冲了进来。不许动！全部抱头蹲下！3天后，韩丽来到看守所，和黄天霸见了一面。皇少，破铁盆好用吗？韩丽，你阴我！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！皇少，你这话说的可有意思了。我阴你什么了？你倒是说说。你堂堂皇家的大少爷，竟然要偷我的破铁盆，还为了个破铁盆要嘎人，说出去要笑死人啊！那个盆是假的，对不对？
当然是假的，不然呢？本来就没有什么聚宝盆，只不过是柳如烟这个傻女人好骗而已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皇少竟然也会相信这么荒谬的事。要真有聚宝盆这种宝贝，我家不早就成世界首富了？韩立之所以来见黄天霸，也是想给这件事收个尾，画个句号。聚宝盆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万一真有人信了，他就麻烦了。现在过来刺激一下黄天霸，让他知道一切都是自己布的局。这种为了个破铁盆要杀人灭口的蠢事，他黄大少估计也没脸往外说。2个月后，法院判了黄天霸因入室盗窃绑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柳如烟也被尼哥咬了出来，因盗窃罪和制造假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只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，没能把黄天霸的父亲扳倒，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。有了聚宝盆的暗中帮助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发展，黄氏集团也只不过是随时可以踩死的一只蚂蚁而已。爷爷，谢谢你。